4月这个方法不错，那就烘干烤了做腊鱼，可以留一些养着，去卖一些活鱼。如今鱼真稀，一条鱼估计能卖上好几十文呢。好几十文？这么多的吗？说不定还不止呢。现在有钱都难买到鱼啊，真的。爹说的对，说不定一条鱼咱们能卖好几百文呢。那咱们多留点鱼。哎，不可，大多在桶里会死的，要保证鱼能存活呀。好，说干就干。墨家所有人一起来处理鱼，有的杀鱼，有的抹盐，有的把鱼用绳子穿起来，有的生火开始烤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没过多久，鱼就全部收拾好了。娘，有老鼠夹吗？4月，你要老鼠夹干什么？今晚恐怕我们院子里会有不速之客，虽然院墙很高，但也怕是挡不住有心人。你是说有人敢来爬我们家墙？哼，今晚我就守在院子里，我看看哪个王八犊子敢来咱们家。二嫂不用守，我有办法。村里其他人我们都送了鱼，那断然不会再来爬我们家墙。能爬墙的只有没得到鱼的。4月，你是说李达？不可不防。4月说的有道理。老三，你去把我们家的捕兽夹全都找出来，老鼠夹也都找出来。好。哎呦我，谁在偷我们家鱼？听着狗子的狂吠声和有些熟悉的尖叫声，黄泥堡熟睡的人们急忙都爬起来，想要看个究竟。众人赶来之时，只见狗子吃痛的在打滚。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狗子流了这么多血呀？村长大吃一惊，这不是他家的狗子吗？莫云深晚上的时候借走了，咋还受伤了呢？莫家人也到了，看着在地上打滚的狗，村长急忙开口：云深老弟，我家狗子怎么伤这么重啊？刘老哥，实在对不住啊，找你借狗子想着院子里放了鱼，怕引来野兽，谁知道竟然有人爬墙。对，听到声音我就爬起来了，刚看到那贼人跑出来，我正准备去追呢。是啊，狗子为了逮住贼人，没想到却被贼人咬伤。刘老哥，真是对不住啊。岂有此理啊！我黄泥堡居然有人做贼！我听那声音好像是李达呀。哎，我听着也像，估计是狗子咬了他，那惨叫声啊，简直是……对，去李达家一看便知，就知道他是不是那贼了。哎，我觉得就是李达，那他妈就是李达的声音。云深老弟，你怎么看？这没见到人也不好说什么，我家也没啥损失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莫老弟，你也太心善了，你这明摆着是要偷你家鱼的呀。就是，谁敢偷莫老弟家，我揍得他满地找牙。走。还不等村长和莫云深说话，众人就纷纷朝着李达家走去。李达呀李达，4月初前世在你那里受的苦，我都会为他讨回来的。众人走到李达家，有人率先上山去拍门。李达，你给我出来，快出来！滚出来，李达！李达，滚出来！李达，你居然咬村长家的狗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李达没想到这些人会跑到他家里来，李达哪里敢出去？他窝在里边不出声，外面的人也不肯放过他。李达，你别躲在里边不出声，就知道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李达，你出来！李达，你出来！哎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把门给你踹了啊！我数3个数，再不出来我踹门了啊！李达躲在床上瑟瑟发抖，他不过就是想去莫家偷点鱼，咋就惹上这么一群人呢？哎呀，我都睡了，大半夜的，你们找我干啥呀？开门！开门啊！开门！赶紧开门！各位兄弟，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，我都睡了。哼，你睡个锤子！你去莫家院子里偷鱼的事儿，全村人都听见你声了。就是休想抵赖，赶紧开门！弟友们啊，我怎么可能去莫家偷鱼啊？绝对是误会，我早就睡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，行吗？你开门，我们看看就自然知道了。要是我们冤枉了你，我们给你磕头道歉。休想抵赖，赶紧开门！我真的已经睡了。见李达一直不肯开门，外面等待的人终于失去了耐心。很快，门被踹烂了，众人一窝蜂地朝李达奔去。李达，你起来！我已经睡了，你们闯进我家是想干啥呀？不起来是吧？众人说着，一把掀开李达的被子。果真是你啊！我一听声就知道是你。你居然去莫家做贼，妄图偷莫老弟家的东西，真他妈可恶啊！我们黄泥堡居然出贼了，绝对不能饶恕！都是淳朴的村民，知道自己村子里出了贼，心中愤怒无比，
对着李达就是一通拳打脚踢。李达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在炕上忍不住的哀嚎着。他没想到自己今晚会这么惨。众人揍完李达，见他鼻青脸肿像猪头似的，这才离开。莫老弟，这个李达今天被我们揍成这样，以后定然不会再去爬你们家墙了。就是，以后啊，他要再敢爬你们家墙，我揍得他满地找牙。对，哎呦，谢谢各位，这么深更半夜的还劳烦大家起来。没事，小事一桩。哎呀，是呢，就这点小事儿，不值一提的。哎，就是。哎，莫老弟，赶紧回家睡觉去吧。哎，好，大家也赶紧回去睡吧。哎，走了。相公，我们回家睡觉。好，回家睡觉。四月他娘，这要干啥去啊？哎，去镇上买点东西。四月他娘，恭喜啊！恭喜啥呀？哎呀，你家闺女啊，不仅捡到1头大肥猪，还捡到2头羊，后边还抓了好几大桶鱼呢。想来4月那丫头也给你拿回来不少吧？啊？啥玩意儿？大肥猪、羊、鱼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这个死丫头！这……陈秋花瞬间就不淡定了。这个死丫头运气怎么那么好？又是猪，又是羊，又是鱼的，那么多好东西，她居然都不告诉她这个娘。哼，她是她女儿，她女儿捡的东西，那自然就是她的。啥？那傻子得了那么多好东西啊？对呀，这死丫头居然都不告诉家里人，也不带回来，真是气死老娘了。那不行，傻子是我们家的，她捡到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家的。娘，不能便宜了别人。对，不能便宜了别人。他爹，你说是不是？顾远山沉默不语。爹，我们养傻子这么大，傻子的东西可不就是我们家的吗？如今有这么多好东西，拿回家那不得够我们吃多久了？英子说的对，那些都该是我们家的。爹，你在犹豫啥呀？咱家吃的都快吃光了，有了那些什么猪啊、羊啊、鱼啊，咱们的日子可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就是他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觉得4月之前说的对呀，如今收成不好，我们应该是囤些吃的在家才好。他爹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那4月到底是我们的女儿，她得到的东西那可不就是我们的？就是的爹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有了那些肉，我们可不就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了。4月已经嫁到墨家，那就是墨家的人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哼，她嫁到墨家又怎么样？她姓顾，她是我顾家的女儿。今天说什么我也要将那些肉拿回来。顾远山再次保持了沉默。英子，你爹不去我们去，拿回来了娘给你炖肉吃。好，娘，咱们走。要去就拿上给4月的糕点吧。哎呀，他爹，要是我们有这样的房子住就好了。就是啊，爹，我想住这样的房子。你们是谁啊？哇塞，娘，好多鱼啊，都是我们的。是啊，这么多鱼够我们吃的了。你们是谁？赶紧出去，不然我叫大黄咬你们。滚，别挡着我的鱼。坏人，你们是坏人。4月初和莫一之听到声音急忙跑了出来。长雨、长风，怎么了？婶子，他们是坏人，那个坏女人推我和哥哥。顾兰英，你居然推2个小孩子，谁说我推他们了？他自己摔了跤，怪我喽。就是他推的，他是坏人。顾兰英，到墨家撒野，你想过后果吗？哎，你个死丫头，看不见我和你爹是吧？爹，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4月，我和你娘还有你妹妹来看你了，带了你最爱吃的糕点。哎，对，娘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糕点，来，你看。看着陈秋花手里的糕点，4月初觉得奇怪，都穷成这样了，还有银子买糕点，难不成糕点有问题？进屋坐吧。4月，吃吧。4月初接过糕点，趁众人不注意，从空间里拿出银针试了试毒，居然没毒。他还以为这糕点是有毒的呢。哎，4月，怎么不吃啊？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4月初拿起糕点，小口小口的尝了起来，有一股很特别的清香味，吃着凉凉的又甜甜的。相公，这块你吃吧，这是娘给你买的，你怎么能给别人吃？他又不是别人，他是我相公，那也是外人。媳妇儿，我不吃，你吃。我不吃了，这糕点难吃的要死，有什么好吃的？都给我闭嘴！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女婿是半个儿，就怎的是个外人了？4月，你和女婿在一起吃吧。你娘这个人呢，就是不会说话，但她心里是惦记你的。从小你和英子最喜欢吃这个糕点，你娘都给你留着的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啊。4月初看着顾远山，
他怎么总觉得他爹是个绿茶男呢？每次干坏事的都是他娘，最后出来打圆场的都是他爹。娘说错了，你是娘的孩子，女婿自然也不是外人。娘也没什么银子，但还是不想苦着你和英子啊，时不时就给你们买点爱吃的零嘴儿。那你就和女婿一起吃吧，等娘以后有银子了再给你们买啊。莫一之拿着糕点放进4月初的嘴里，4月初是真的不想吃了，但他都放到嘴里了，也只能吃掉。闺女啊，我听说你捡了1头猪、2头羊，还有无数的鱼呀。不是我捡的，是一只捡的。这有啥关系啊？你捡的姑爷捡的那不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自己家里人。就是嘛，姐夫既然娶了你，那就是自家人了，一家人何必说2家话呢？4月初只觉得这一家人翻脸比翻书可快多了。你这丫头也真是的，捡了这么多好东西，也不知道回娘家通知一声。那么多东西，你怎么拿得回家呀？还好娘得了信儿了，不然呢，等你们送回家，那不得累坏了。就是啊，姐，你也真是的，爹娘都担心你累坏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不必担心，我既然已经嫁到莫家，那就是莫家的人了，我婆家不会让我受累的。这话就不对了，你是娘生的孩子啊，不管你长多大，那哪怕是你嫁人了，那也是娘的孩子呀。你的家在顾家。是啊，姐，你是娘的孩子，那你捡到的东西你也该给娘。4月初觉得恶心，这对母女也太能装了。好啦，英子，你姐姐既然嫁到了莫家，那总是要留些给你姐姐婆家的。这样吧，这些鱼给你姐留10条，其他的我们带走。那什么4月呀，去把那些肉和羊拿出来吧，娘会给你留一点在婆家，其他的娘带回家，等你回来吃啊。你莫不是有妄想症吧？啥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有妄想症？妄想别人家的东西，这是病，得治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哟，这么快就不装了？刚刚不还装慈母的吗？你傻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和娘说话！娘可是拿着糕点来看你的，你敢不孝？滚！少在我家逼逼，没人请你们来，谁稀罕你的糕点？娘，傻子居然叫我滚！他居然叫我滚！你个死丫头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出嫁了就不认得娘家了是吧？老娘好心带着糕点来看你，你还欺负你妹妹，兜了一大圈子，就是为了我婆家的肉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赶紧去把肉拿出来，不然老娘不会饶你的！就是，赶紧去把我家的肉拿出来！你家的肉？你的脸呢？脸在哪里呀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你没脸呢。英子，去把我们家的鱼都收起来，带回家。好嘞，娘。顾兰英急忙冲到院子里，扯着院子里的鱼。坏女人，不准拿我们家的鱼！相公，你带常宇和长风进屋去，关上门。常宇啊，听话，带着弟弟待在屋里，婶子收拾坏女人。莫一之把2个小家伙带进屋，然后关上门走出来。放下我家的鱼！哼，傻子，这鱼是我们家的。我不是傻子。傻子怎么会说自己是傻子？滚开！侮辱我相公，找打！抢我家的鱼，还在我家撒野，你来错地方了你！顾兰英被4月初几个大耳刮子直接给打懵了。你个贱丫头，敢打英子！去把家里的肉都拿出来，我便饶了你，否则今天我就打死你！不准欺负我媳妇儿！我教训我自己闺女，你给我滚开！不准欺负我媳妇儿，坏女人！娘，打她！相公，你站一边，让我来。看着2个女人发狂的样子，4月初从空间里摸出了他的银针。4月初一针一针扎在顾兰英和陈秋花的痛穴上，然后又迅速的收回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敢这样对老娘？你敢不孝？孝，母慈子才孝呢。你是怎么对4月初的？4月，她可是你娘，你怎么能如此对待啊？还不放手！你娘虽然平时说话是难听了些，但是你自己想想，从小到大，你娘缺你吃缺你穿了，她还是时不时会买一些你们爱吃的糕点给你和英子，从小到大都如此。难道这些你都忘了？你怎可如此动手打你娘和你妹妹啊？你在家事情做的是比英子要多了一些，但是你是姐姐呀，谁家不是这样啊？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怨恨你娘吧？你娘省吃俭用的都要给你和英子买些零嘴，她可是你娘啊，怀胎10月生下你呀。就是，娘待你那么好，如今你居然敢打我和娘！4月初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你别忘了是谁生养了你！哼，
我的天爷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生个闺女居然打老娘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4月初抬头，这才发现院子外面不知道啥时候围了很多人在看热闹。诸位乡邻，你们评评理，哪有闺女动手打娘的？这世道还有天理吗？哎呀，不孝之女呀！动手打自己的娘亲，4月初，你这样的不孝女就该凌迟处死，挫骨扬灰。今天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你。4月，爹没想到居然给你养成了一个不孝女，爹愧对列祖列宗啊！其他人站在门外看到这一幕，有些疑惑，却也没有贸然出声，毕竟不孝那可是大罪。所以呢，爹，你们是想我去死吗？你是爹的女儿，爹怎会舍得让你去死啊？可你犯的是忤逆大罪，就算爹想饶过你，律法也不会放过你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顾远山，你就是一个十足的绿茶男，你不仅怂，你还窝囊。我忤逆罪，证据呢？就凭你上嘴皮子搭下嘴皮子，我就忤逆了？听着4月初的话，顾远山眼中的震惊半天没让他回过神来。在场所有人都是看着你动手的，我和娘痛得死去活来，你下这么重的狠手，哪个子女会打自己爹娘的？你这不是不孝还是什么呀？我没有你这种不孝子女，今天我就一棍子打死你，省得你继续祸害别人。刚才我们墨家撒野，眼瞎了吧？欺负我们墨家人，找死啊！都给我滚开！我今天就是要打死这个不孝女！住手！平白无故上门打我儿媳妇儿，当我墨家好欺负吗？哼，你儿媳妇儿，你可别忘了，那是我生的。这贱丫头忤逆不孝，说破天，我今天都要打死她。莫不成你要保一个打爹娘的忤逆女？她犯的是忤逆罪，你可要想好你保不保得起。忤逆罪那可真是大罪呀！敢问我儿媳妇忤逆的证据在哪儿啊？证据？她打自己娘亲和妹妹，这还不是证据？既然你说她打你，那总得有个伤痕吧？凭你说是忤逆罪，那就是忤逆罪呀！陈秋花伸出手，一把挽起袖子，露出被4月初打过的地方。真是笑死人了，半点伤痕都没有。你居然说我儿媳妇打你，你莫不是想讹我墨家？陈秋花闻言，急忙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，什么伤痕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？我就说嘛，我家4月踩死一只蚂蚁都会心疼的人，怎么会动手打人呢？搞了半天，你居然讹自己闺女，天底下有你这样的娘亲吗？娘，他们要抢我们的鱼和肉。对，婶子不拿肉出来，他们就要打婶子。我在门缝里都看到了，他们2个是坏女人，他们打婶子。没想到啊，你们是这样的人，讹自己闺女就算了，还要给自己闺女定个忤逆大罪，真是黑心肝的。得亏4月心心念念的想着娘家。哎呀，是啊，4月是个善良的丫头，为人也和善，这娘亲心也太狠了吧，为了一点肉就这么对自己闺女。就是，居然抢墨家的鱼和肉。4月怕不是你们亲闺女吧？哪有这样的人对待自己的亲闺女的？就是啊，他们刚刚是要4月去死呢。敢欺负4月，当我们黄金堡的人是泥捏的呀！哎呦，大家误会了，我们只不过是带着糕点来看看闺女而已，怎么要抢墨家的鱼和肉啊？大家都误会了。带糕点看闺女，就你们刚要置4月于死地那样子，保不准啊，你们的糕点里还下毒了呢。就是，刚才还要4月去死呢，这会儿怎么就真爱闺女了？哎，对，4月呀，你可得好好看看你爹娘拿来的糕点，说不定就是有毒的。你不要含血喷人，是不是含血喷人？验过来就知道。4月，你去把糕点拿过来。我吃完了。少在那里血口喷人，我闺女吃了糕点是好好的，就算你糕点里没毒，也洗脱不了你狠心的嘴脸啊！就是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就说闺女忤逆，还想要抢墨家的鱼和肉，真不要脸！啊呸！鱼和肉都是我闺女捡到的，闺女是我10月怀胎生的，也是我养的，我闺女的东西那自然就是我的，不要脸！
4月嫁到了墨家，自然就是墨家的人了。就是啊，我闺女的东西那就是我的。陈秋花，你怕是忘了要将4月嫁给镇上黄老爷家小儿子做媳妇的事了吧？要不是我和一枝及时赶到，4月就被你推向火坑了。啊！嫁给黄老爷的小儿子？黄老爷的小儿子折磨死了好几任媳妇儿。哎呀，就是啊，这娘实在是太狠心了！啊呸！都给老娘闭嘴！黄老爷家财万贯，我闺女嫁过去只有享福的份儿。陈秋花，当初我给4月20两银子的聘礼，还有1块熏肉，几十个鸡蛋和2袋白面。当时你可是让我赶紧将4月领走。4月和老四回去的时候，你们都说了，4月嫁出来了，不再是顾家人了。王素梅没想到4月初竟然有这么多聘礼，当即脸就黑了。哇，墨家居然给了这么多聘礼呀！那他还有脸到墨家来闹？太不要脸了！呸！我什么时候说过4月不再是我家人了？我现在就将我女儿领回去。这门婚事我还不同意了呢。我女儿捡到的鱼、肉、羊，你一分不少都给我拿出来。对，我们家不同意这门婚事了。你说不同意就不同意。4月已经是我墨家的媳妇儿，婚书一应俱全，岂有你说不嫁就不嫁了的道理？那就合理。合理？你想都不要想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闺女的婚事，自然是我们说了算。4月早已嫁到我墨家，自然是我墨家的人，由不得你在此胡说八道。我既已嫁到墨家，就是墨家的人，我是不会和我相公和离的。陈秋花，听见没有？再在墨家闹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闹了这么半天，无非就是想要这些鱼和肉，猪肉和鱼我可以给你们。你早这么说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啥人？4月，你打算把这些鱼都给你娘家？你咋能这样呢？这是咱家的鱼啊！你可以拿走这些鱼和肉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条件？你这死丫头还敢和我讲条件？你拿走这些鱼和肉，从此以后我和顾家断绝所有关系，我不再是你们的女儿。你休想！那你也休想得到这些鱼和肉。傻子，你是娘生的，这些鱼和肉本来就该是我们的，我们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谈什么条件？不答应，不答应就滚出去，别在我们家院子里哔哔哔。你这傻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叶文竹看着4月初，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十分支持。用这些肉和鱼买断了顾家和4月的关系，也是值得的。可以，以后你就和顾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有任何事情顾家都不会再管你。口说无凭，白纸黑字，过官府文书。4月说的对，白纸黑字，过官府文书。以后4月就不再是顾家的女儿，和你们顾家不再有任何关系。顾远山没想到4月初会这样说，脸色难看极了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。过了官府文书，4月初就正式和顾家脱离了关系。顾家人带走了猪肉和墨家院子里的鱼，4月初觉得这些鱼和肉也算他还了占小胖妞身体的情分吧。看着空空如也的院子，王素梅一脸的悲痛。哎呀，这老些鱼全都没了。不过就是鱼没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，4月能和他那样的爹娘脱离关系，这是一件好事儿。鱼没了就没了，娘说的对，以后啊，4月就不用再去面对那样的爹娘了。二嫂，鱼以后还会有的，他空间里还有好多鱼呢，顾家拿走的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唉，早上还说等今天弄好棚子就去禹城卖鱼呢，现在鱼也没了，银子也没了，解决了顾家这个大麻烦，4月初心情十分不错。中午他主动提出要下厨。4月做菜就是香啊。是啊，我这胃啊估计都被养刁了。娘，之前的蘑菇我们一直没吃完，羊肚菌也还剩下很多，我们要不去禹城卖了，再买些别的粮食回来？你不是说羊肚菌留着给老四补身体吗？我看羊肚菌我们还有很多，说不定以后我就又捡到了呢。主要是他想去禹城啊。那行，明天早上我们去禹城。好。媳妇儿，我也要去。相公，禹城太远了，你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？一枝，你媳妇儿去禹城有正事要做，你在家乖乖的，别让她担心。对，一直听话，你媳妇儿才会开心的呀。我听话。相公，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，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带好玩的。好。娘，这去禹城路挺远的，就你和4月恐怕背不动那么多东西，要不我陪你们一起去吧。
这么点子东西哪需要几个人背？你和老二上山多挖点野菜才是。我们先去禹城看着，看能不能换点米回来。那什么，大嫂二嫂，你们有什么想买的吗？到时候我给你们带回来。大嫂没什么要带的。四月啊，我听说禹城的夫人小姐们都穿金戴银的，她们的首饰都可漂亮了，二嫂都没见过呢。你也知道，那禹城夫人小姐们穿的那么贵，是咱们家能买得起的吗？二嫂不着急，以后等我们赚钱了，就给你和大嫂一人买几套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好，四月，你可记住你说的话啊。哎，你羞不羞啊？四月一个小丫头，去哪里赚钱给你买首饰嘛？王素梅觉得自己的梦又破灭了。翌日大早，吃过早餐后，叶文竹朝着刘翠娘再三的叮嘱，让她务必要照顾好莫一之。到禹城要走4个多时辰的路，今天是赶不回来的，只有交代好家里的事儿，她才能够放心出去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家里的。那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莫一之拉着4月初的手，依依不舍地看着他。相公，我很快就会回来了，你在家要乖哦，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，知道吗？我听媳妇儿的。相公最乖了。叶文竹和4月初一人背着一个背篓，朝着禹城出发。快到禹城的时候，只见路上人越来越多。娘，这些人，这年城大家都不好过，这些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，所以才往禹城涌。4月初仔仔细细的在脑子里搜索着，寻找4月初上辈子的记忆。许久后才想起来，这场旱灾远远还没有结束，后面越发的严重了。作物不生，禽畜不长，很多人都饿死，尸横遍野，引发了瘟疫。大旱之后又面临大涝，都是灾难呢。四月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没事儿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，这次回去我们得看能不能想办法多弄点粮食回去囤在地窖里，这日子啊越发难过了。娘就是担心以后买不到粮食了。娘，我和相公在回娘家的时候，在那边那个小峡谷里发现了好大一片黄枝。什么？因为当时黄枝还不算很大，所以我就和相公没挖，再过几天再去看看，说不定就长好了，我们可以全都挖回来。是吗？大概有多少啊？那一片我估摸着能挖个1000多斤吧。我和相公没继续往里走，估计里面还有呢，也不一定。什么？1000多斤？到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村长，让大家一起去挖。只要我们黄泥宝不饿肚子，就不会乱。对，没错，这些流民啊，恐怕以后会四处都是。没来禹城之前，没想到事态这么严重，也不知道你爹和你几个哥哥出去会不会遇到危险。娘，没事的，爹和哥哥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我们赶紧进城，办完了事儿早些回家，外面不安全。好。看着繁华的街道，4月初不禁在心头感叹了起来。城外流民那么多，可这城内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两人刚走进鸿运酒楼，小二就迎了上来。哎呀，两位客官，酒楼现在没空位，不知两位可否愿意等待呀？我们有事想找掌柜，不知可否啊？你们找掌柜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有好些食材，想给掌柜过目。听叶文竹这样说，店小二随即将他俩引去见掌柜，说明来意。掌柜带着他俩进了楼上的房间。这么多都是你们采到的？对。不知道这位夫人准备如何卖这些洋肚菌呢？掌柜的，您应该比我们懂行，还请您开个价。夫人，这些洋肚菌我总计给你6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呀？叶文竹微微有些诧异，他知道洋肚菌很贵，可没想到掌柜的给出这么高的价格。这莫不成夫人觉得少了？不，只是觉得掌柜您给出的价格是不是过于高了些？夫人是个善良的人，这些洋肚菌在平时啊，或许给不到这么高的价格，但是如今物质匮乏，价格自然也就是例外一说了。那好，那就60两成交。掌柜的，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下，现在禹城还能买到米粮吗？现在啊，禹城内米粮都是定量购买，恐怕你是买不到了。如果真的要买米粮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地方，但是你这60两也买不到多少。好，那就有劳掌柜了。举手之劳，以后夫人如果要有好东西了，直接送到我这儿，价格你放心，
绝对会让你满意。好，掌柜的，我想问问您，鱼是怎么收的？姑娘，你有鱼要卖？暂时没有。现在有银子都买不到鱼啊！你若有货，我给你100文。100文？那么多？4月初估算了一下，他空间里的鱼那得卖多少钱去了？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掌柜。掌柜将银票递给叶文竹，叶文竹刚准备接过去，4月初就开口了：“掌柜的，我们不想要银票，还劳烦您给我们换成银子，最好能兑换一部分碎银。”好，那姑娘你和夫人在这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。好，娘，要不你在这里等，我到对面的摊点上看看。4月呀，等结完银子，娘陪你一起逛吧。娘，等会儿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办呢，我就在对面看看，不会走远的。好，那你就在对面看看啊，别跑远了。好的，娘，您放心吧。4月初说着，高兴地转身走了出去。第一次逛古代的街道，还有点小激动呢。4月初左看看右看看，最后走进一条小巷子，停留在一个书摊的边上。4月初挑了几本书抱在手上。老板，这几本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00文，另外再送你几本。他第一次见人买书还送这么多书的。姑娘，谢谢你了啊。如今书不值钱，几乎没人买了。能遇上4月初这个大客户，他也是开心到爆了。4月初付了钱，就蹲在书摊前翻了翻，这似乎是一本医书，看起来年代久远，里面记录了各种医理和医术，十分珍贵。4月初拿着这本书，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。天助他也！有了这本书，以后他做啥就都有出处了。老板，谢谢你了。娘，你看，我给相公买了好多书，那老板真热情，还送了我好多本呢。不过就是这本太旧了，要不就扔了吧。叶文竹伸手拿过4月初手里的医书，笑了笑。4月想扔，那别扔了就是。只是当他触及到封面上模糊的字时，眼中露出了惊诧的表情。4月，这书你仔细收着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啊，娘，怎么了？如果娘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一本失传很久的绝密医书，千万别被人知道你有这书啊，否则会有无尽的麻烦的。他没想到老板随手送的就是绝密医书。娘，有这么厉害吗？对，所以一定要收好了。娘，我知道了。4月，你在哪儿买的这些书啊？就在那边一个小巷子里啊。等会儿你带娘去看看。好的，娘。很快，掌柜的将准备好的银子递给了叶文竹。娘，我放一部分吧，太多了打眼。叶文竹点点头，拿出了一部分递给4月初。走出酒楼，4月初带着叶文竹走到小巷子之前买书的地方。娘，就是这里啦。叶文竹看了看摊位上的书，又细细打量了片刻眼前卖书的老板。这位老板，您这儿可有名家大作呀？有，我这儿都是名家大作，你看这些都是，这可是我祖父珍藏了一辈子的书啊。只是如今这个年纪，这些书有什么用啊？又不能当饭吃。既然是你祖父珍藏的名家大作，为何又拿出来贩卖呀？我说这位夫人，饭都吃不起了，还要这些书有什么用啊？叶文竹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拂袖走了。这些书我都买了，您开个价吧。5两银子，这些所有的我都送你了。4月初拿出5两银子递给老板，老板喜笑颜开接过银子。这位姑娘，我家里还有些书，你还要吗？可以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找人去拉。听4月初说要把家里的书都买了，老板高兴得快跳起来。姑娘，我家里还有很多字画，和那些书一起全部卖给你了，一共只要40两银子。4月初微微蹙了蹙眉头，这个老板家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那么多书。姑娘，我家里的那些字画都是名家真迹，你40两买回去绝对是不会吃亏的呀。老板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么多名家珍藏的书和字画，老板你为什么都要卖了呢？姑娘啊，你看如今粮食缺成什么样了，我家里人都快要饿死了，这些东西卖了能救活全家，为何不卖呀？4月初觉得能收藏这么多真迹字画的人家绝对不会是普通人家，若真如你所说都是真迹，那我会考虑，等我验过货以后再说，值得40两我便给你。值得，肯定是值得的。我家住在马思巷余家，都知道的。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来？我在家等你。那晚些时间吧，我空了自然会来找你。4月初转身去找叶文竹，只见叶文竹在出巷子的路口正等着他。娘，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娘，你怎么了？
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觉得有些头晕，不碍事儿。娘，那我们先去找客栈住下来吧，你在客栈休息，我去找找看米粮。你一个人去，娘怎么放心呢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力气大，走出去安全。见叶文竹脸色越发的苍白起来，4月初急忙扶着他去找客栈。到客栈，4月初扶着叶文竹躺下，然后从空间里拿出一粒小药丸，放在水杯里融化了，递给叶文竹。娘，天气太热了，您多喝点水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叶文竹接过水，喝了好几口，这才微微缓过劲儿来。娘，您在这里休息，我先出去看看情况。您不要担心我，我不傻的。娘的4月当然不傻，那你出去要多注意点啊。好，谢谢娘。从客栈出来，4月初去雇了一辆马车，又买了几个大桶，马车朝着鸿运酒楼驶去。掌柜的见4月初又来了，急忙起身相迎。小姑娘可是要用餐呢？掌柜的，我有事儿找您，可否一谈？哦，好。我的马车在外面。掌柜的让小二将马车赶到后院。不知道姑娘有何要事啊？掌柜的，实不相瞒，我和我娘之前带了些鱼来，但是因为不太熟悉雨城的情况，所以没敢贸然说。鱼？你真的有鱼？没错。4月初转身掀开马车，满满的5大桶鱼。这么多鱼，姑娘，你从哪儿抓来的这么多鱼啊？掌柜的，这些鱼是我们无意中找到的，也不愿意因为这些鱼招惹什么麻烦，所以还请掌柜的您保密。小姑娘，你放心，我明白。以后你有什么好东西直接送来找我就行。今天这些鱼100文1斤，我们现在就过去称。好。过完秤，3个桶里的鱼加起来有370多斤。4月初要的还是现银，才30多两银子，加上她婆婆之前给她的5两，若是买了那些书，她不就又没钱了？想到这儿，4月初又拿了些洋杜菌出来。掌柜的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洋杜菌，按照刚才的价格，掌柜又收了，总共68两。哎呀，小姑娘啊，银子你可要收好了，需要我送你回去吧？掌柜的，以后就叫我4月吧，我回去很安全的，我力气很大，没人能欺负得了我。好，就叫4月，以后你也就叫我张叔啊。好的，张叔。张叔，我这儿还有2道做鱼的新菜式，你看要不要？什么样的新菜式啊？可否让我们先尝尝啊？若味道上佳，张叔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好，那我先做给你尝尝。不知张叔可有酸菜呀？有。既然有酸菜，那就做个酸菜鱼吧。张叔将4月初领进厨房，4月初拿起一条鱼，手起刀落，很快就片成一片片的精美鱼片。4月，你这莫非学过厨子？张叔，我没学过，只是从小做事做多了就熟练了。原来如此啊。4月初从他的背篓里拿出野山椒和青花椒，做了一个酸菜鱼。闻着酸菜鱼的香味儿，掌柜大喜。4月，你这厨艺了得呀，这道鱼闻起来就好吃。张叔，这叫酸菜鱼，可以出锅了，您先尝尝。张叔拿着一个小碗盛了一些，尝了起来。4月，这鱼味道好极了呀，不知道你可否将这道菜的配方卖给我？可以的，张叔，我可以把这配方卖给您，还可以教你们的厨师做这道菜。好。张叔尝完酸菜鱼，赞不绝口，随后让厨房主厨和其他人都一起尝了尝。这道酸菜鱼得到了众人一致的好评。4月呀，你这道酸菜鱼配方，我给你5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呀？张叔，50两买我这张配方，若换成别人，我是不愿意卖的。就当我交张叔这个朋友了，50两就50两。不过我这配方的配料只有我才有，配料需要额外算。行，那你把配料表给我配一下，我也教我们主厨。那没问题。4月初从片鱼开始教起，看到4月初片鱼的技术，几位主厨都看呆了，不愧是酒楼主厨。4月初教了一遍，就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做酸菜鱼的技巧。4月初尝了尝，张叔，几位大厨都基本上掌握了要领，多练习几遍就差不多了。好，4月，以后有啥新鲜菜式，可别忘了你张叔啊！张叔，忘了谁也不敢忘了你呢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好啊。张叔准备好银子递给4月初，4月初乐呵呵地接过来，放进自己的背篓里。4月，你可要当心点啊！张叔，没事的，就冲我这身材，就不会有人打我主意的。看着4月初乐呵呵又憨厚的模样，
张叔不禁对他又多了几分赞赏。4月初乐滋滋地走出酒楼，把身上的100多两银子收进空间里头。4月初准备去马思巷看看那些书和字画，刚走到马思巷，就看见卖书的老板站在巷子边上等着。小姑娘，你总算是来了。4月初点点头，没吭声。哦哟，败家子的喽！于老的家底就要被这个子孙败光喽。是啊是啊，那么多东西啊，都被他霍霍完了。于老这是哪天能回来呀？看到这样的孙子，怕是会气死的吧？滚！少多管闲事！败家子儿！老板领着4月初急忙走进门，生怕他上门的生意被那些长舌妇给毁了。小姑娘，你别听他们瞎说啊！你看，我屋里这些书和字画，绝对是值得的。4月初细细地打量着房内的陈设，又仔细看着那些字画。小姑娘，你看这里都是孤本啊，独一无二，绝对再找不到第2本啊！孤本，那得多珍贵呀！令4月初惊讶的是，里面有好多医书，还有很多关于制毒解毒的方子。4月初迫不及待地翻着这些书。老板，您家是学医的吗？我祖父以前是。4月初拿出40两银子递给老板。老板，你清点一下。老实说，这些书和字画远远不止40两银子的价格，但做生意不就是你情我愿吗？哎呦，小姑娘是真爽快，这屋里的书和字画，你统统拿走吧。老板将所有的书和字画打包好，放到4月初的马车上。离开马思巷，4月初将字画和书都放进空间里头，这才去看米粮。走到张叔介绍的地方，4月初拿出张叔写的信递给老板。既然是老张介绍的，那你跟我来吧。4月初跟着老板走了进去。你需要多少米啊？我先说啊，我这个米可是价格很贵的，我是看在老张的面子上才愿意卖你一点。如今这个禹城有规定，买粮食都是定量的，你不是禹城本地人，按理说是买不着的。4月初不禁在心头翻了个白眼，他像是缺粮食的人吗？只不过是了解行情，然后需要对她婆婆有个交代罢了。老板打开柜子，只见柜子里都是一些陈米，很糙。老板，这米怎么卖的？70文。啥？70文？你咋不去抢呢？现在就是这个行情，即便是你有钱，也不一定能买得到。好吧，你赢了，连这种陈米都要70文一斤，那他空间里那成片的稻田要卖多少钱去了？老板，谢谢你啊，可是我身上的银子不够买米，所以……这个老张也真的是，既然让你来我这儿买米，难道他不知道如今的米市行情？不好意思啊，老板。看着老板也丝毫不恼的模样，4月初转身离开了米店。刚走没多久，就见一位年轻女子倒在地上，手上还抱着一个口吐白沫的孩子，脸色乌青。4月初伸手搭上孩子和女子的脉搏，女子没啥事儿，这孩子却有些危急。4月初急忙从空间里头拿出银针，在孩子身上的穴位上快速的下针，几针下去，只见小孩的呼吸渐渐的顺畅了起来。4月初又从空间里头拿出一粒药丸，放进小孩的嘴里。4月初这才将孩子放下，转身掐着女子的人中，女子悠悠醒来。少爷，求求我家少爷！这位姑娘，你别着急，你家少爷没事儿。女子仔细一看，果然少爷的情况好转了。谢谢姑娘的救命之恩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少爷。二弟，大少爷。青莲，带二弟回去呗。大少爷，刚刚这位姑娘救了少爷，少爷情况有所好转，说不定他……这位姑娘，谢谢你出手相救啊！在下白大宝，家父是禹城知州，姑娘医术了得，可否请姑娘到府上坐一坐？这位小公子的病比较棘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实不相瞒，家父为二弟请了不少名医，都说我二弟可能熬不过这个夏天。今天也是为了二弟想出来转转，才带他出来的。白公子，我可以一试，但令弟病情确实较重，我也无法做出任何保证。好，我自是明白的，绝不会怪罪姑娘。4月初与白大宝到了知州府上，见到了禹城知州。大宝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小宝不是要去买糖葫芦吗？爹，二弟在街上病发了，多亏了这位姑娘出手相救，二弟才平安无事的。不知姑娘贵姓啊？参见白大人，我叫4月初，是金兰镇环女保人。4月姑娘里边请。4月姑娘能在我儿病发之时救于他，想必姑娘医术高明。不知4月姑娘师承何处啊？白大人，我师父乃是一位云游高人，因恩师有交代，不可透露他的名号。
所以不便说与大人听。既是如此，那我便不再问。四月姑娘可救我儿性命的法子？法子嘛，倒是有，但比较棘手，而且花费……四月，只要有办法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你尽管说。之前我为小公子施过针，一会儿再为他施针一次。我先开些药给他吃着，可暂保他无恙。真的？自然。正在几人说话间，一妇人急匆匆地进来。姑娘，真能救我儿，我先给你磕头了。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快快请起。夫人，我会尽力的。小公子现在不宜出门，以后万不可再让他出去了。平时照顾也更需细心。好。白大宝将白小宝放在床上，四月初拿出银针，再次为他施针。过了好半晌，四月初才停了下来，然后写了一个药方递给白大人。白大人，请按这个方子给小公子抓药。这段时间除了我开的药，绝对不能吃别人开的药，以免冲突对小公子造成影响。好，四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白大人，3天后我会再次进城为小公子施针，这前面3天十分关键，请白大人务必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否则……一定，四月，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这3天不可见风，不可出门，屋里及周围不可有絮状的东西，不可有任何阻塞小公子呼吸的东西。好，我们都记下了。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药丸，睡前让小公子服下，可整晚安睡。白家众人轮番的感激四月初。白大人让人拿来了500两银子。四月，谢谢你救我小儿啊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白大人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银子就不必了。救死扶伤是大夫的天职，我也只是做了一件每个大夫都会做的事而已。那不行，你救了小儿，这是天大的恩情，你必须要收下。白夫人不必客气。白大人没想到4月初小年纪对金银之物却无动于衷，对他的印象又更好了一分。4月，那你收下这个镯子，让我尽点心意，如此我才安心呢。4月初看着眼前的手镯，无论是成色还是质地，那都是上乘的。在白夫人一再的坚持下，4月初最终收下了这个手镯。白夫人吩咐下人布置了丰盛的晚餐，临走的时候，白大人又拿出几袋米和面，还有一块令牌递给4月初。4月，这是进城的令牌，以后有这块牌子，你就可以随意进出城门。还有这些米啊面啊，你带回家吃。进城的令牌，那可是好东西啊！有了这个，那雨城他不就来去自如了吗？夫人，您的好意我就收下了。今天我为小公子诊治的事，还请大人和夫人替我保密。4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保护这个秘密。3天之后，我派人去黄泥堡接你。大人，我自己过来就好。那我牵一匹马过来，给你套个车，这样你来就方便多了。好，那就谢谢大人了。哎，不必客气，我带你去挑马。白知州带着4月初来到马厩，里面有好几匹马，都养得很健壮。4月，除了最里边的那匹黑马，其他的你随便挑。为什么不能挑最里面那匹黑马呢？那匹马性子刚烈，且不好驯服，其他的马性子温和，这样你骑着也放心一点啊。4月初走进黑马，看着黑马的眼睛，伸手抚摸了它几下。原本黑马还挣扎了几下，随着4月初的抚摸，黑马渐渐安静下来。以后我就叫你小黑好吗？黑马嘶了几声，似乎在回应4月初的话。白大人，我就要这匹黑马。白知州不可思议地看了看4月初，他没想到他这么久都驯服不了的马，居然被一个小姑娘给搞定了。4月，这匹马你真的能驾驭得了？我和小黑投缘，他不会对我发脾气的。那好，那我就把小黑赠与你。谢谢白大人。只是我有些疑问呢，4月，你是如何驯服小黑啊？小黑在我这马厩里待了大半年呢，就是没人能驯服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小黑好。他当然不会告诉白知州，他懂得小黑的想法。看来你的确和小黑有缘呢，我便将小黑赠予你了。谢谢大人。离开白家后，4月初将小黑和米面都收进了空间。这大晚上的，带着粮食，多招摇啊！4月初继续在雨城里面走着，雨城居然没有宵禁。不过街上并没有什么人。就在这时候，4月初只觉得呼吸一滞，就有东西捂住了他的口鼻。我操，谁这么不长眼呢？这是要绑架他？很快，4月初被人带到了一个郊外的院子里。
院子里面关了很多女孩子，都和她一般大小。头，这女人这么胖，要她做甚呢？你懂个屁呀！咱们只要把人数凑够就行，至于质量怎么样，就与咱们没关系了啊！好像也是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将他们分开关押，2人1间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好。4月初被扛进了一个房间，一起被扛进房间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姑娘。等那几人都走了，4月初也缓缓睁开眼睛醒来。刚在迷糊间，他似乎听见了那几个人说的话，听那几个人的意思是要抓很多女孩子，要抓这么多人干啥呢？4月初只觉得整个人软绵绵的，没有丝毫的力气。想必刚刚那条用来捂嘴的帕子药性比较猛烈呀。只可惜他们抓的是他，注定今晚要白费力气了。4月初从空间里拿出2粒药放进嘴里，没多久就恢复了。借着微弱的光，4月初走到那个小姑娘身边，从空间里拿出2粒药喂进她的嘴里。片刻后，小姑娘也缓缓醒来。嘘，姑娘，别喊，我们是被人抓进来的，还被他们下药了。我刚才已经给你吃过解药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，别把人喊来了。好，我叫云珍，你叫什么？我叫4月初。你会医术啊？会那么一点点，不过他们下的这劳什子药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可恶，居然敢抓姑奶奶，我要他们好看。4月，你别怕啊，我家里人要是发现我不见了，一定会及时来找我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房间的角落里传来了老鼠的吱吱声。云珍，别急，我有办法带你出去。啊，你真的有办法出去？4月初起身走到门边，朝外面看了看。这些人将他们带进来以后，将院子落了锁，就又出去了。他们想必是以为这些人都没有力气再逃出去的吧。4月初伸手推了推门，没反应，从外面锁上了。4月初又走到窗户边，只见窗户也是从外面钉死的，怪不得那些人那么放心的就出去了。云珍，来，我们俩合力将这窗户打开，这样就能出去了。好，交给我吧。云珍起身，朝着窗户用力一掌打过去，只见窗户瞬间就被打开了。窗户打开，云珍率先跳了出去。4月，来，快出来！4月初啧舌地看着云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武力高强吗？4月初脚搭在窗户上，想要爬上去，他爬不上去。4月，你让开，我进来帮你。这是什么鬼屋啊？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想搬把椅子垫垫脚都不行。来，4月，你踩在我背上出去。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？就他这体重，踩在一个小姑娘背上，那不直接给人踩死了？快一点，被人发现了就走不了了。我常年练武，你这点体重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。这真的能行吗？他实在是不忍心呐。4月，快点！4月初犹豫了片刻，然后试着将脚踩在了云珍背上。4月，快跳！4月初深吸了一口气，往下跳。见4月初落地了，云珍才又一跃翻出来。云珍，跟我来！跑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出口，云珍低声开口：“4月，我们真的能出去吗？会不会遇到人呢？”就在前面了，我们能出去的。果然，4月初拉着云珍顺着院墙走到最里面。4月初伸手扒开院墙边的草，墙上露出一个洞来。云珍，你看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去。来，你先，我会武，我保护你。想到之前翻窗的尴尬，4月初没有推辞。4月，你忍着点，我来帮你。见4月初出不去，云珍急忙上手帮忙推他。好，在云珍奋力的助推下，4月初总算是出来了。云珍，快出来！来了。4月初看了看四周，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。云珍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我对雨城不熟悉。我也不是很熟悉这里。没事，我们往大街上走就行了。好。4月初想着，之前就是因为在大街上走着，突然就中招了。想到这儿，4月初警惕了起来。4月，你别怕，之前是我疏忽了，所以才着了他们的道，现在不会了。好。走了好久，两人才走到了雨城正街上。正在这时，迎面走来一队兵，看见云珍，急忙停了下来。小姐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嗨，遇见了几个不长眼的，带我去见我爹爹。小姐请。4月，你跟我一起去见我爹爹，今晚咱们就将那个院子一锅给他端了。好。
去见识见识也是一件好事儿。一行人走到城西一处气派的宅子前，云珍拉着四月初就直直地朝里面走去。小姐，你总算是回来了呀！将军都快急疯了。将军，我操，云珍这是大有来头啊，居然是大将军的女儿。我爹呢？将军在书房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现在去找一套适合四月穿的衣服，送到我房间去。哎，好的，小姐。四月，走，去见我爹爹。云珍拉着四月初走进书房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珍儿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爹带人去找了好久，都没看到你的踪影，真是急死爹了。爹，我被人带到一处别院，还中了迷药呢。岂有此理！在禹城居然还有人敢对我的女儿下手！云大，你去点兵，片刻后出发，将那别院给我一锅端了。是，将军。看着大将军发怒的神情，还有发号施令的果决，四月初微微在心底佩服了一下。爹爹，这是四月初，今晚多亏四月救了我，不然你可就见不到你的宝贝女儿了。就是这位四月姑娘救的你？对，要不是四月，我今晚是怎么都回不来的。到时候看你怎么和娘交代。四月姑娘，谢谢你救了我家珍儿。大将军客气了，我们能逃出来也多亏了云珍，要不是她武艺高强，我们今天也回不来。哪有啊，我都中毒了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如果不是四月医术高明为我解毒，我哪有机会逃脱？没想到四月小小年纪居然还会医术。我就会些皮毛罢了，让将军见笑了。四月，没想到在这儿又遇见你了。四月初这才注意到大将军身后的知州大人。知州大人，老板，你认识四月？之前我家小宝走失，幸好遇见四月，是四月将他救回来的。原来还有这种事儿，真是善良的好姑娘啊！将军过奖了，云珍平安回府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月月，你别走，这么晚了，今晚就住我家吧。大将军惊讶地看着云珍，她这个女儿，打小和一般的女孩子就玩不到一块儿，以前从来没见过她和哪个女孩子这么亲密过。这个胖嘟嘟的小姑娘看来很对她胃口啊。云珍，我娘还在客栈等我呢，所以我得回去了。四月家里是做什么营生的？回大将军，我们是地道的农家，以农耕为生。管家，你去给四月准备些粮食，让她带回去。将军不用了，之前知州大人已经送了我好多粮食了，够吃了。知州给的是他给的，你救了珍儿，我怎么谢你都不为过。粮食你得收下。将军，如今粮食弥足珍贵啊。天灾不断，如今战事又……战事？难道要打仗了吗？四月初很想问问大将军，但到底没敢问出口。很快，管家就准备了一马车的粮食，又准备了很多布匹，还有许多奇珍异宝。四月初看着这一马车的东西，惊讶地睁大了嘴，急忙拒绝。他不缺这些东西，但是他缺一个大腿呀。比起你救珍儿一命，这点东西又算什么呀？月月，你收下吧，现在粮食少，等你吃完了，我再给你送过来。北漠和西凉最近不安分，蓝染那边也虎视眈眈的，禹城又靠近蓝染，我和爹爹会在禹城守着的，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来找我。月月，这块令牌给你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拿令牌来找我和爹爹，在禹城别人不敢拦你的啊！这使不得。珍儿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四月不敢，这是大将军的随身令牌，我怎能收呢？无妨，放心收下。四月初仔细地观察着大将军的神色，见他的确是打算将令牌送给自己，四月初这才敢收下。谢谢大将军。四月，你别急着走，难道你不想看看那些坏蛋受惩罚吗？我们和爹爹去将那个别院给一锅端了去。四月，那个，其实我平时都很守规矩的。银珍，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你啊，独一无二的你。我就说嘛，能让我觉得舒心的人，铁定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。我果真没看错。四月，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，我爹就是你爹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四月初被这豪爽的姐妹吓了一跳，开啥玩笑啊，他可不敢认这个爹。见云珍毫不犹豫的就说出这样的话，大将军微微惊得咳嗽了起来。他这个女儿啊，真是想一出是一出，总有一天要吓死他这老头子。云珍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，不是要去将别院一锅端了吗？对啊，那咱们赶紧的。我倒想看看是哪些不长眼的东西，居然敢迷晕姑奶奶。将军，已点兵完毕，即刻出发。好，出发。
一行人快速地朝着之前的别院奔去。云大大头阵，迅速将整个别院包围得水泄不通，连一只苍蝇都难飞出去。云珍一脚踹开大门，一手拿着剑，一手拉着四月初，周围的士兵护着两人朝里面冲进去。打开一扇又一扇房门，却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。居然跑这么快！这么多人，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就全部转移完的。月月说的对，绝对不可能这么快的。仔细搜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云珍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转移掉那么多人，可能别院中有密道。哦，对，大家仔细找找，看看是否有密道。过了半晌，云大前来汇报：将军、小姐，找到了，果然有一条密道直接通往城外，我已派人去追了。大将军微微蹙起了眉头，这件事儿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白知州也蹙紧眉头，在他的地盘上居然被掳走了那么多女孩子，他丝毫不知晓。白知州，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蜀城的位置特殊，你要多加注意。啊，下官明白。月月，可惜了，没能将这些人一锅端。没关系，相信将军和知州大人一定很快就会将那些坏人一锅端的。那是的，我爹是谁啊？那可是让附近几国瑟瑟发抖的存在。听自己女儿这么夸自己，大将军十分受用，笑吟吟地看着云珍，然后交代了云大许多事，就带着云珍和四月初回到了将军府。而白知州这时候自然是要赶紧去处理这些事情的。到将军府门口，四月初下马车就向云珍辞行。大将军，云珍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月月，你就在我家住下吧，我让人将你娘也接过来。云珍，下次有机会了，我们再一起玩。过几天我还会来禹城的。那好吧，那你记得要来看我哦。好。大将军命令管家将四月初送到了客栈，还有一马车的粮食和其他的东西。待管家走后，四月初将车上所有的粮食都放进了空间里。四月初走进房间，只见叶文竹还没醒过来，她不禁微微松了口气。还好她婆婆没醒，不然半夜见不着她会急死的。进空间里洗漱好了，四月初在叶文竹旁边躺下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在叶文竹还没醒来时，四月初就已经收拾好了马车。娘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米粮你都买了吗？娘，先上马车，我们边走边说。他们马车装的东西多，太打眼，只能一大早就走，这样避免惹人注意。叶文竹一脸疑惑，他来禹城咋的就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呢？啥都没买，四月初就说要回家了。他怎么觉得他就是为了来禹城睡一觉的呢？马儿啊马儿，你可要走得稳当些哦。马儿好像回应似的叫了两声。就知道你最乖了。四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昨天下午你在客栈休息，我按照张叔说的去买粮食，谁知在路上救了一个小男孩，那个小男孩居然是禹城知州大人的儿子。后来有个小姑娘被欺负，我就顺手帮了一把，没想到这姑娘竟然是大将军家的女儿。这不，知州大人和大将军为了谢我，就给我们准备了马车和粮食。娘，你看，这是知州大人和大将军赐给我的令牌，以后有了这令牌啊，我们就可以随意自由地出入禹城了。叶文竹目瞪口呆地看着四月初，半晌都没能回过神来。四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娘，这一车的粮食起码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，车上这些绸缎都是上好的料子，可以给家里人每人做好几身衣裳呢。回家娘就给你做漂亮衣裳穿。叶文竹说着，突然发现一个十分精致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急忙开口：四月呀，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珠宝首饰啊？啊，珠宝首饰？娘，这个首饰盒估计是大将军的女儿云珍悄悄放进来的，这太贵重了，大将军这闺女人也太好了吧。云珍是一个很好相遇的人，性情豪放，不拘小节，并且她武艺十分高强。的确是个好姑娘，也不嫌弃咱们这样的农家人。是呢，云珍一点都不嫌弃我是农家姑娘，还一个劲儿的挽留我在府上过夜呢。啊，是吗？大将军的家教好。是的，娘，大将军好威武，我从来没见过大将军那样的人。大将军是咱们烈焰的战神，一直守护着烈焰，希望大将军能一切安好吧。大将军那么厉害，怎么会不好呢？叶文竹没再讲话，四月初也没再说什么。
只觉得她婆婆有些奇怪。出城门的时候，4月初用的是知州大人给的出城令。娘，怎么才过1个晚上就又多了这么多人呢？这些人看见有马车出来，都纷纷站起来，朝着马车不断的涌来。4月，快走，快跑呀，快跑！马儿吃痛，瞬间奔跑了起来。娘，这些人也太可怕了。唉，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，没有食物吃，看见马车出来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。啊，还好咱们黄泥堡离雨城很远，唉，恐怕也不见得乐观呢。咱们要早做准备才是。好的，娘。有了之前被流民追赶的事儿，4月初驾着马车，路上格外的省心。娘，可算要平安到家了。是啊，这一趟实在是太惊险了。要不是有大将军送你的马车，我们买了粮食能不能走到家都是个问题。那估计啊，一出城就得被人家抢得一干二净，真能不能走出来都是两说。是啊，暂时我们就不要再出来了。就在两人说话之际，4月初转头就见一个人躺在路中间。4月初急忙将马车停下来。娘，我们去看看刚刚那个人吧。好。老伯，老伯，你醒醒。4月，你慢点。4月初伸手搭在他的脉搏上，趁叶文竹还没到跟前儿，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丸塞在老伯嘴里。他怎么样啊？看着地上的人，叶文竹微微愣了愣。4月，给他喂点水。好的，娘。4月初拿下水壶，倒了一些水在盖子里，然后滴在老伯嘴里。再给他喂一些。4月初又喂了些水给老伯。好半晌之后，老伯缓缓睁开双眼，发出一声很虚弱的轻哼声。老伯，你没事吧？哎呦喂呀，谢谢两位好心人呐。老伯，您还好吗？啊，我没事。4月初从身上拿出干粮和水递给老伯。老伯，您吃一点吧，吃了就有力气了。哎呀，谢谢你们呐，谢谢你们啊！我本以为我这条老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呀。老伯，您没事了？我本是明城人，来禹城办点事儿，看见路上的流民一时于心不忍，想着分些食物给他们，可哪曾想这些人一哄而上，将我车上的东西一抢而空啊，就连马车都给弄走了。这身上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了，都被那些流民收刮干净了呀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不仅受了伤，这老毛病还犯了，最后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些流民的包围呀。老伯吃了一些干粮，又喝了一些水，比之前渐渐有精神了。那老伯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小姑娘，老伯有个不情之请啊，不知能否借助你家一些时日，等这伤养好了再走。老伯不会白住的，等我回明城之后，必定会派人给你送些银两。老伯也会些医术，小姑娘你若是有意学医，我可以教你一些医理，以后也用得上。老伯，您是开医馆的？没错，老伯现在在明城开了一家医馆。老伯，您贵姓？老朽免贵姓陈。听到老伯说姓陈，叶文竹眼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。娘，陈老伯是开医馆的，医术一定十分了得，我们接陈老伯回家养伤吧。我也想向陈老伯学一些医理，以后好照顾相公。不行。4月初惊讶地看着叶文竹，自从她嫁过来墨家，她说的话她婆婆基本上就没有反对过。陈老伯，不是我不想同意，实在是如今年成不好过，我们家人多，恐怕……夫人看起来有些面善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见过。4月初觉得她婆婆这么急于否定，反而让人有所怀疑。的确未曾见过呀。是老朽眼花了。这位夫人，老朽这些年苦研医术奇毒，翻阅无数古籍，找到了一种叫忘川秋水露的解药，可解世间奇毒，是72味珍稀药材提炼出来的。这其中有一味药材叫仙露九死仙草，我听说禹城有人见过，所以这次特地赶来禹城，就是想要找到这味药材呀。
老先生，此话可当真？老朽自然不敢撒谎，只是这忘川秋水所需的药材都是世间少有，轻易而不得到啊。老朽这些年一共也就只得了13味药材，这仙露九子仙兰是第14味。要想制成忘川秋水露，除了要集齐这72味药材，提炼过程也是十分的复杂。更重要的一点，这忘川秋水还需一味药引，就叫忘川秋水。时至今日，我也还未曾找到何为这忘川秋水呀。4月初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陈老伯，他说的这啥忘川秋水露，他咋觉得那么邪乎呢？叶文竹原本亮起来的眼睛瞬间又暗了下去。夫人，虽然是有些难，但老朽从未放弃。我相信一定能够炼制出这忘川秋水露给那些需要之人呐。有老先生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是天下之福啊。老先生若是不嫌弃，就到寒舍养好伤再走吧。啊，如此那就打搅夫人了。我家早些年家里横遭变故，4子自此一病多年。老先生医术高明，还望老先生能为我家老四看看。老朽一定竭尽所能。先生这一路上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些人我想先生见过一面，应该就不会再记得了吧。那是自然，老朽见过的人多，忘的也就多了。4月初站在一边愣愣地看着两人，他怎么觉得他娘和陈老伯说的话他听得稀里糊涂的。不过他对这什么忘川秋水露产生了几分兴趣。4月，快扶陈老伯上车吧。哎，好的。陈老伯，你小心一些。啊，这是夫人的女儿？这是我家老四媳妇儿。闻言，陈老伯停了下来，看了4月初片刻，然后朝着4月初微微一礼。啊，原来姑娘已嫁人，那也该尊称一声夫人了。老伯，没事的，你叫我4月就好。这，老先生，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，什么夫人不夫人的。4月还小呢，你叫他4月就好。好。4月初正准备到前面去赶车的时候，陈老伯忽然就搭上了他的脉搏。见陈老伯给他诊脉，4月初停下了脚步，安静地站着。只见陈老伯脸上的神色渐渐严肃起来。陈老先生，可是我家4月有何不妥？陈老伯没回话，搭着脉搏的手取下来，然后又重新放上去。见此，4月初心底直打鼓，难道他得了什么病？应该不会呀，他自己诊过脉，没病啊。好半晌以后，陈老伯才严肃地开口：夫人，4月姑娘中毒已久。啥？我中毒了？我中毒已久？可我没事啊，没有任何中毒的症状啊。这是一种奇特毒啊，叫幽陀毒。中毒之人与平时无异，只是身体会越来越胖，直到最后毒发身亡。4月初惊呆了，他中毒了？幽陀毒？这什么鬼啊？他会这么胖是因为中毒的原因？这是真的吗？老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家4月怎会中毒了？这幽陀毒十分罕见，若不是我这些年恰好见过这种毒，都发现不了。这种毒厉害之处，就是中毒以后除了比旁人胖一些，没有任何异常，所以一般人很难发现。4月身上的毒起码有10几年了。好歹毒的心思啊！4月一个小丫头，谁会给她下这么狠、这么罕见的毒呢？4月初仔细在脑中搜索了半天，原身从来没有离开过南木园，从小就是和他爹娘生活在一起。结合顾远山和陈秋花的表现，4月初觉得这毒或许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会不会是顾远山和陈秋花下的毒？我也有所怀疑。可是他们下毒的动机是什么呀？顾家都穷成那样了，去哪儿得来这么罕见的毒药啊？这话不错，这种毒药罕见，不是一般人家能有的。没错，你毕竟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这些年你为顾家忙前忙后，下毒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似乎并没有对他们有利呀。所以这动机是什么？4月呀，我们先回家再说吧，这件事儿我会去查的。好。4月初驾着马车朝家里的方向走，陈老伯也一直抿着嘴，蹙着眉头。老先生，
这幽陀毒你有办法解吗？解毒的方法我倒是知道，要想制出幽陀毒，其中最重要的2味药材就是幽草和九罗冰草。幽陀毒的解毒方法是需以毒攻毒，不过这2味药材却是十分罕见的。4月初听得一脸懵逼，他觉得自己怕是学了个假中医。不管有多罕见，我们一定会找到这2味药的。娘，没事的，别担心。你看我现在不也啥事都没有吗？要不是陈老伯说我中毒了，哪里会知道我胖是因为中毒呀？这4月所中之毒啊，倒是没什么危险，只是你要记住，以后不要碰甜食，否则会加速幽陀毒的毒发呀。幽陀毒一旦完全毒发，这大罗神仙来了也没用啊。不能吃甜食，不能吃糖。好，陈老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帮我解了4月身上的毒啊！解毒并不难呐，难的是这2味药啊，我会想办法。有陈老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夫人客气了。对了，我家4月这丫头啊，最近一直念叨着要去学医理。这次我们到禹城来，本也是想给她找位先生，如今既然遇见了陈老，还希望陈老您多指点。夫人放心，既然4月想学医，我一定会倾囊相授。如此，那就先谢过老先生了。夫人不必客气。很快，4月初的马车就到了村口。天呀天呀，居然有辆马车！这是哪里的贵人来咱们黄泥堡了？哟，是啊，一看这马车就知道非富即贵啊！啊，走，咱瞧瞧去。喂，我怎么觉得赶马车的好像是莫老四他媳妇儿啊？好像是4月和云深家呢。有点像啊。待马车走得更近的时候，众人终于看清楚了。哎呀，这真的是4月婆媳俩呀！莫家竟然买了马车，这马车少说也得要好几两银子吧？是啊，这马车看起来这么豪华，少不得要10几两呢。莫家也太有钱了吧，连马车都能买上。4月，这是你家买的马车？叔，您开玩笑呢吧？我们家哪来的钱买马车呀？这马车是在城里时一位好心人送的。啥？好心人送的？哎呦，竟然还有这好事啊！是啊，在城里的时候，我帮了人家一个小忙，哪想到那位好心人就送了我一辆马车，还有很多粮食呢。粮食？众人的眼睛不禁直直地盯在马车上，这才看到后面大袋装着的粮食。4月呀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巧合，4月刚好帮了人家一个小忙而已，却没想到那户人家如此慷慨。那肯定是城里的大户人家呀。嘿嘿，哎，对，城里的大户人家有钱。哎，没错，云深家呢，你们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去一趟禹城，收获就这么多。哎呀，就是啊。哎，4月丫头，你这还缺跟班吗？哎，对，4月丫头，你缺跟班吗？哎，4月，我家那丫头啊也不小了，以后就让她跟着你在一块玩行吗？哎，对，我家那小子做你的小跟班最合适不过了。4月初听了一头的黑线，想到那个场景，诸位，这次进城，我们有幸得到城里大户人家给的米粮，晚些时间我和4月给大家送一些过来。此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我们先走一步，大家先忙着啊！他奶奶的，要不是因为墨家，他现在怎么会这么惨？门坏了不说，他被打得伤痕累累，这么久都爬不起来。墨家这个仇，他李达是一定会报的。4月初驾着马车刚到家门口，王素梅就看见了。我的个亲娘啊！4月呀，是你吗？二嫂，一天不见你就不认得我啦？4月呀，这里面都啥呀？这是你买的马车吗？娘，您慢点。没事儿，娘没有那么娇弱。娘，您回来了，累了吧？我给您泡茶去啊。老二家的，老四呢？老四刚上楼休息，这会儿估摸睡正香呢。好，你去收拾一间房出来，有客人要在家住一阵子。啥玩意儿？见王素梅又要开始作妖，叶文竹的眼神微微冷了些。娘，我马上就去收拾，马上就收拾。叶文竹将那些贵重的首饰、布料等物品先搬到了房间放起来。娘啊，您回来了。奶，长风可想您了。你爹他们还没回吗？
还没有。常宇啊，你去马车后面扶陈爷爷下车。好的呢。莫长宇走到马车后面，小心翼翼地扶着陈老伯下车。陈爷爷，您慢点儿。好，夫人，这是您的孙子。这是我长孙常宇，这是长风，都是老大家的。好，恭喜夫人呐！还不到说恭喜的时候，我家老四还没好呢。娘，先进屋吧，陈老伯身上的伤要多休息。常宇啊，去扶陈爷爷进屋休息。老大家的，你去帮着老二家的收拾一间房给陈老住。好的，娘。没过多久，刘翠娘就都收拾好了。娘，房间都收拾好了，褥子下垫了干稻草，会比较软和，陈老可以进去休息了。好，我没啥事儿，我就觉得现在还挺好，不需要休息。怎能是没事儿？您伤得那么重，要好好休息才行。那好，其他的事儿先不急，您先养好身子再说。好。安排好陈老伯，叶文竹和4月初这才走到院子里，打算将粮食分一分。哎呀娘，4月啊，你们带这么多好东西回来，咋的也不说一声呢？这放院子里让别人知道了咋办？还好我聪明，已经把大门都关上了。4月初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他二嫂要是知道他们把粮食分给村里人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哭啊？老二家的，你要是没事儿，就去屋里多找些袋子，把这些粮食来分一分。娘，这些粮食是要给我们自己分开保管吗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！4月初觉得她二嫂这脑洞实在是太大了，她婆婆怎么可能会要他们分家？怎么，你还想分家呀？娘，冤枉啊！不是你说把粮食分一分的吗？那粮食都分了，那不就是我叫你把粮食分一分？那是分给村里其他乡亲，我何时说要分家了？我警告你，收起你心底那些小九九，别给我惹事儿！啥玩意儿？娘啊，这可是粮食啊，为啥要分给村里人呢？这年成多不容易啊！咱这一大家子人，粮食都分给别人了，咱家日子咋过呀？娘啊，之前咱家都分了那么多肉出去了，再分粮食，咱一家老小日子过不过了？我不同意分粮食，谁要分粮食，那就要我的命！4月初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二嫂，没想到他二嫂今天这么刚的吗？居然在她婆婆面前说话这么硬气。叶文竹淡淡地看了一眼王素梅，没说什么。二嫂，正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过得很难，所以咱们才要分一些粮食给大家。咱们也难呢？我们是难啊，但是相比起其他人来说，我们家的日子已经好太多了。是咱们家有粮食，别人都饿着肚子，那难保人家打粮食的主意，是不是？可是，二嫂，我知道你是担心家里日子过不下去，你别担心，娘都有安排的，不会饿着大家。只是现在这时候，咱们也需要帮衬一把村里人，否则咱们在村里也没法立足啊。咱们家不过是平头百姓，又不是什么当大官的，为啥啥时候都得顾及别人呢？我们家的确不是当大官的，但是人心就是这样的呀。知道咱们家有，不帮衬一下，那人家走投无路了，难免会做出出格的事儿，不是吗？王素梅不再说话，只是心疼那些粮食。娘，袋子来了。叶文竹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还是老大家的懂事儿。王素梅转身进屋拿出了秤，几人开始忙碌的分装粮食。叶文竹先装了2个大袋的，一袋递给刘翠娘，一袋递给王素梅。老大老二家的，你俩呀，等会儿把这2袋粮食拿回娘家去。谢谢娘。王素梅掂了掂手里的袋子，起码有50斤以上，够她老娘吃一阵子了。你们先去吧，送过去了赶紧回来帮忙分粮食。那行娘，那我就先去了。王素梅和刘翠娘提着袋子，急匆匆地朝自己娘家走去。娘，刘二婶家给他们多分一点吧，他们家3个孩子，就二婶1个人。4月呀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娘，等会儿这些粮食挺重的，咱们挨个去分的话，估摸着要许多时间。要不咱们找村长吧，让他叫人来发放。那也好，靠咱们分的这点粮食也抵不住多久时间。小峡谷上那片黄枝应该也长大了，咱们和村长商量一下，去把黄枝都挖回来吧。好，那你去请村长啊。好的娘。王素梅提着米粮一路往娘家跑，还没到家门口就开始大声喊着：娘啊，你在不？听着王素梅的声音，王素梅老娘李氏急忙跑了出来。
出啥事儿了？没啊，没出啥事儿，就是给你送点米粮过来。啥？米粮啊？是啊，我婆婆喊我给你送过来的。梅梅呀，你婆婆可是个好人，你往后必须要好好孝顺她。切，她可不就是个好人吗？俺们家米粮，她居然要分给全村人，想到这个我就来气。要是不分给村里人，我不就可以多拿点回来给你了？啥？分给村里人？你们家有这么多粮食？啊，我婆婆昨天上禹城去了，今天拉一马车回来。我本来想着有这老些粮食，家里能好上一阵，谁知道她却要分给村里人，把我气死了！眼皮子浅，你婆婆比你有远见。如今家家户户都得靠上山挖点野菜过日子，你家买回来那么多米粮，村里其他人会咋想啊？我管他们怎么想，粮食是我们家的，粮食是你们家的没错，可村里人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找你借，你借不借？有些人你不借，那背后打着鬼主意呢，你防得住吗？王素梅一时间没说话。附近谁不知道整个黄泥堡就你婆家有粮食？不仅黄泥堡的人打你婆家主意，可能周围其他村的人也会打你家主意。到时候你有多少人能守住墨家呀？感情有粮食还我们家错了？我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眼皮子浅的东西呢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们家的粮食还要这分一点那儿分一点的，你婆婆正是为了墨家打算呢。灾荒年间本来就乱，把粮食分给村里其他人，眼下看起来是吃亏了，可起码墨家收获了整个黄泥堡的心，以后墨家有什么事儿，黄泥堡的人都会护着的。谁稀罕呢？有粮食在手里才是真的。我该说你点什么好啊？你怎么就……我又没有错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以后多听你婆婆的，你婆婆说什么你怎么做就行了。你婆婆那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你是不是我亲娘啊？居然帮着我婆婆说话，你婆婆做得对，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婆婆说话呀？哼，就这么一袋子米，我婆婆就把你收服了？蠢，愚蠢！你要是不想好了，你就尽管别听我的，自己蠢就多学点，只要有你婆婆在，墨家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婆婆呢。李氏伸手在王素梅的头上使劲敲了一下。娘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想打死我呀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与其让你蠢死啊，还不如让老娘把你打死好了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愚蠢的玩意儿啊？谁蠢了？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打我！你下回别想我拿东西回来给你了。哼，照你这个蠢法啊，你婆婆不让你滚回娘家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愚蠢还不受教，你看你以后有好果子吃没有？在李氏苦口婆心的一番敲打之下，王素梅总算是低下了头。闺女呀，记住娘的话，你想日子过得好，就好好听你婆婆的，信娘的话不会害你的。哦，知道了。4月初将村长请到了墨家。哎呀，弟妹呀，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这4月丫头非要我过来。村长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和4月丫头在禹城得的这些米粮，本来说分给村里的乡亲们，想来想去呢，还是由村长统一帮我们分一下，这样最好。我代大家呀，谢谢你们能在这荒年年间呢，将粮食分给大家，我们全村人都会牢记你们墨家的恩情。哎呀，刘大哥，不可不可，我还有一事想和您商量。弟妹尽管说。前几日我家老4和4月在小峡谷上方发现了好大一片黄枝，当时因为黄枝还没完全长大，所以4月这丫头也没说，我估摸着如今应该差不多了，所以就想着咱们村组织人去将黄枝挖回来，到时候啊，咱们全村人就不会挨饿了。啥？一大片黄枝？对，我估摸着能有2、3千斤呢。啥？2、3千斤？对呀，村长伯伯，我有个要求。4月丫头，有什么尽管说出来。这些黄枝挖了之后不能分给李达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4月是个善良的丫头，墨家几次3番的都给村里人发鱼发肉发粮，而唯独提出了这个李达，想来还是有他所不知道的事儿。好，村长白白明白了。谢谢村长伯伯，现在天色还早，村长伯伯组织好人，咱们去挖吧。好，我这就去组织人，挖好回来之后平均分配，你看可好？
按人分配吧，有些家里人多一些，有些家里人少一些，按人头分配最适合。然后可以根据家里的情况，适当的照顾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。四月聪明啊，我这就组织大家去挖黄枝。村长伯伯，低调行事，不然别的村知道咱们有这么多黄枝，万一起了坏心思咋办？啊，对，弟妹啊，你家这小媳妇心思缜密，聪明又善良啊。那的确，我们家老四啊，捡到宝了。是捡到宝了，咱们皇你宝的宝。待村长走后，4月初正准备上楼去看望莫一之，王素梅就从外面火急火燎地走进来。二嫂，出啥事儿了？没事，我就是走累了。那4月，这是二嫂给你和老四带的糖，拿去泡水喝啊。4月初拿着糖，一脸错愕地看着王素梅。他二嫂吃错啥药了？既然是二嫂给你的，那你就收着吧。可是我不能吃糖。不能吃就先放着，有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。那谢谢二嫂啦。等王素梅走进屋了，4月初拉着叶文竹走进房间，关上门。娘，这些银子你收好。4月，这些银子你留着吧，这本就是你和老四踩到的羊肚菌，理应你收着。娘，我和老四没啥地方花银子，再说了，以后要用银子了，我再管您要。叶文竹接过袋子，从中拿出了5两递给4月初。4月，你手边放点零钱用，以后要用钱了再和娘说。好，谢谢娘。还有这些首饰和布料，晚点啊，我给你搬到楼上去。娘，这次本来是打算给大嫂二嫂他们买些物件的，但是后来耽搁了，都没空去，这些就分给大家吧。不行，这些东西啊，你都自己收着。娘，我不爱戴这些。不喜欢戴那就收着，这些都很贵重，你大嫂二嫂啊带出去也不安全。4月初想了想，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。娘，那这些布料给大家做衣服吧，其他的先收起来，等以后用得上的时候再用。可以，那就把布料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做去。你也挑几批喜欢的颜色，娘给你做。娘，我过些日子再做吧，暂时还有穿的。娘让你挑你就挑，女孩子就是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才好。好吧，她果然有个霸气的婆婆，不过她喜欢。4月初挑选了几匹素雅却又不失气度的布料。娘，那就要这2匹吧。我家4月丫头眼光不错，这几匹一起吧，娘都给你做出来。4月初想了想，转身上楼，拿着莫一之的纸和笔，根据她的身材画了几张图样。娘，那你可以给我做这样的衣服吗？叶文竹接过图样看了起来。4月呀，这是你画的。娘，我这不是胖吗？所以想要改一改衣服的样式，遮住缺点。好，娘试试给你做出来。谢谢娘，娘可真能干，啥都会。就你嘴甜。我说的都是实话嘛。你把挑选出来的布料拿去给你大嫂和二嫂吧。好的，娘。4月初先拿了给老大家的布料，朝他们房间走去。大嫂，这些布料给你，你给大哥长雨、长风，还有你自个儿做几身衣裳。4月呀，使不得，怎能让你破费呢？我们衣服都够穿了，不用了。大嫂，这些都不值钱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再买好的。你先做几身给大家先穿着，这布料这么好了，怎么可能不值钱呢？4月呀，如今日子难过，银子留着好买粮食，咱们穿的已经够了。大嫂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也是娘的意思。听说是叶文竹的意思，刘翠娘不再拒绝，收下了布料。4月呀，大嫂谢谢你，自从你来了这家里，这个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是娘和大嫂打理的好。又和刘翠娘说了片刻的话，4月初这才转身出来去拿给老二家的布料。二嫂，你在里面吗？4月呀，快进来。4月初刚进屋，王素梅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她怀里的布料。哎，老四啊，这是给我的吧？这布料就是好啊，比她压箱底儿的都好太多了。还没等4月初说话，王素梅就从4月初怀里将布料拿了过去。对，这是给二嫂你和二哥的，我不会做衣服，只能拿些布料给你。哎呀，就知道二嫂没白疼你，以后啊有好事儿，你得第一个想着二嫂啊。你给老大家的也是每个人都有吗？是啊，家里每个人都有的。哎呀，那我多不划算呢，老大家4口人，我们家就我和你二哥俩，那我也太吃亏了。那二嫂你也多加紧，多生几个小侄子小侄女的，最好3年抱俩。那你这建议不错，我就是想多生几个，得比老大家还得多生几个。
那说不准我能生个双胞胎啥的呢。哎，不行，那生双胞胎太危险了，我还是3年抱俩吧。二嫂，我还有事儿，物料你收着，我先去忙了。老四，你要去忙啥呀？带上二嫂呗。我要带村长他们去挖黄枝啊。啥玩意儿？挖黄枝啊？那为啥要带村长呢？我要去。你和二嫂才是一家人呢，干啥玩意儿带别人啊？这是娘的决定啊。听了这话，王素梅蓦地就闭嘴了。那个，难道你已经发现黄枝了？在小峡谷上面，起码有好几千斤吧。听到这个数字，王素梅瞬间就惊呆了。她刚刚听到了啥？好几千斤黄枝。4月初也不管王素梅什么表情，径直走了。4月初上楼看着莫一之睡得正香，就没喊他。看着莫一之的俊脸，忍不住伸手轻轻捏了捏。作孽呀，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美成这样，确实养眼。就在4月初沉浸在莫一之美颜中时，莫一之缓缓睁开双眸。媳妇儿，你可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你睡得好吗？不好，昨晚我都一个人睡的，没有媳妇儿陪我。好，今天晚上陪你睡好不好？那媳妇儿最好了。看着莫一之一脸满足的模样，4月初心软的跟棉花似的，情不自禁凑上前，轻轻吻上了莫一之的唇。4月初只觉得自己的脸像火烧一样，心跳的也跟打鼓似的。听着楼下的声音，知道是村长组织的人应该到了，于是4月初放开莫一之，柔声开口：相公，我约了带村长去峡谷挖黄枝，你在家先歇歇，等我回来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媳妇儿最好了。走吧。4月初牵着莫一之的手，两人一起走下楼。村长果然召集了很多人，都等在莫家院子及院外的路上。哎，岁月，全村能来的几乎都来了呀，他们都带了很多袋子，你看这个够呗？村长伯伯，够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哎，走，出发！大家阵仗小点啊！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小峡谷，这个地方很少有人上去。不是，我说4月丫头啊，你确定这个上面有黄枝？我和相公之前在上面看过，现在应该都长大了，上面路不好走，我带村长先上去看看，然后再分配大家去挖。哎，好。刚走到峡谷上方，4月初从空间里将黄枝放出来，瞬间就占满了整个峡谷上方。村长，你看，这上面成片都是黄枝呢。呀，这个个头真大呢。村长快步走上来，放眼望去，一片绿油油的。哎呀，黄枝啊，好大的黄枝啊，都是黄枝。村长伯伯，这里一大片全都是呢，前面左边都是，一直延伸到很远。走，4月丫头，我们去看看。4月初带着村长往前走，莫一之一直紧紧地牵着他。哎呀，好呀，有了这些黄枝，大家都不会饿肚子了。村长伯伯，这里地势陡峭，大家只能分批次上来，并且要分开，各自负责挖各自的区域，如此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哎，没错。4月丫头啊，你和老四跟我一起下去，挖黄枝这事儿你俩别来了。你放心，村长伯伯保证把这些挖得干干净净，晚上回去给大家分黄枝。见4月初没说话，村长又开口：那个老四，这里危险，带着你媳妇儿下去，保护好你媳妇儿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村长伯伯。媳妇儿，这里危险，我们走。上次我们来过的，没事的，相公。村长伯伯说了，危险，我要保护好媳妇儿，你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。